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钱 GT， 我是老大。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工作室新买的玩具，在这边，好 ，OK 了，就是这一台一排的 H 系列，扫描，对，3D 扫描仪。对，那因为这一台是 H 系列里面比较便宜的那一台，所以还负担得起，但它其实已经跟家用的3D 扫描仪有一段比较大的差距了。那我买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彩色扫描，然后深深色是说它可以扫描一些相对于暗的东西，因为它号称有搭载远红外线的光源。但我实测之后发现，会反光跟100%吸光的黑，其实扫不太出来。就本来难扫的还是难扫，对，但能本来不能扫的变成有一点机会，可以试试。对。那最后的话就是它号称范围比较大范围的。对，那会有一些问题，就是我 iPhone 脸部辨识也是3D 扫描啊，它也可以扫很大的范围啊，为什么我要买一个范围更大的？有差别吗？基本上扫描成功率吧。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扫脸这种局部大小的，你要把大东西拼接起来，成功的几率会比较小一点。OK， 不是完全没机会。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扫描范围比较大的话，你的扫描时间就比较短，然后你的成功率也比较高。但相对的，就是你扫小东西的时候，对，都会有一些问题。其实最主要来讲，就是我们在扫小玩偶的时候，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小玩偶跟它之间距离要保持在40公分，那这样在扫描过程中，其实你离它太远了，有些细节就很难捕捉到。对，你就要一直转、一直扭你的3D 扫描仪，才有办法扫到那些小细节。OK， 所以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就会试着扫一些大的东西、黑的东西，然后还有小的东西，做一些简单的测试。对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扫描的结果，最后可能会在 Image 上面给大家看。对 ，OK， 也可以拿去练也没关系。如果可以自己封起来或怎么样，对，但不要卖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如果喜欢的话，继续看下去，然后不要忘记点赞 ，OK。好，开始就要吹票了。OK， 好，先带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彩色扫描有多帅。其实现场示范的时候就觉得，好像可以买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先做一下非常简单的 demo。OK， 那 demo 来讲非常简单，我们先用这一块大理石的桌面来教大家做一下彩色扫描。那我们就单纯做扫描桌面跟这只喷火龙好了。那因为这只喷火龙是任天堂的版权，所以我们也不会卖。扫给你看。那我们选择用纹理扫描，再搭配纹理拼接。那细节就一般中细节就好。纹理就是彩色的意思。对，彩色扫描。那我们套用之后呢，连到这个机器之后呢，我们就按一下，然后就会看到它的一些预览画面，然后就可以看到有扫出来，然后再点一下，然后就进行扫描了。那扫描过程非常简单，就对着它一顿乱转，然后就会看到彩色的喷火龙就出来了。那由于这个部分它本身是纹理拼接，然后再加上它靠的是颜色去辨认，所以其实像这种扫描的过程，它其实不太需要标志点。你有点丢失，你再拉一点点回来，它还是可以扫得到。就是你有图案比较明显的东西，对，不太需要标志点或者是贴或是喷其他的步骤。但是会有一个细节，大家可以仔细看，像这样扫描过程中，你可以扫到喷火龙的很多地方，但是它嘴巴的内部啊这些小的细节，以这一台扫描仪来讲，它就相对来讲比较难扫到，因为扫描器太大了，然后喷火龙比较小，所以你很难把它的这个 sensor 嘟到它的嘴巴里面。那怎么办？那就你只能换个角度、换个方向去扫，然后尽量扫得全面一点，然后让它的电脑的模式去运算。就是可以拆开来就拆开来，对，然后最后面再靠电脑把它合起来。对，那你可以看它这个扫速度很快哦，像我旁边放电脑嘛，我这样拉过来，我电脑就扫好了，很快吧 ？OK。那在这个扫的过程中，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呢，这个桌面的台面它本身就是一个平面而已，所以其实一般来讲，如果是非纹理扫描来讲，你扫完就结束了。但因为这个它是纹理扫描是有彩色的，所以看到这个大理石的桌面也可以扫出来。所以如果在呈现上贴皮，它就变得很漂亮。那我们做另外一个非纹理扫描给大家看。然后我们在买这台扫描仪的时候，会有那些球球，你知道这些球球是干什么用的？这是标示点，但其实这个好像是那个厂商自己做的，所以大家自己也可以做。就是印了一个不知道几面体。对，
然后上面贴满各种球球，让你在印一些比较单一竖的表面的模型的时候，可以放圈在旁边。对，让它在扫描的过程中比较不会丢失。就这种类似你在上面贴点，只是你把它点贴在旁边。那可以看一下它呈现的结果，其实看到它大部分的细节都有呈现，就连我旁边的电脑，我就拉过去一下，其实大部分的概念都已经出来。那我们主要还是看碰红。刚刚我只有从这个面进行扫描，所以这个面的呈现细节是最多的。那它大概的每个细节都有呈现到，不管是它的颜色还是它的眼睛的一些细节都有。那我们开一下，如果今天用的是非纹理扫描的话，那我们一样再扫一次。那我们旁边放一些标示点，以防它丢失。OK， go。那因为它是非纹理扫描，所以它本身是不会有彩色的，所以看到扫出来的东西就是深蓝色浅蓝色的一个素膜。那看它扫描速度其实快很多，比之前的快。那就这样大概转一下，它就会把这整个轮廓扫得很清楚。好，这样大概就是这个面就已经扫得差不多了。那我们一样旁边电脑拉一下，可以看到非纹理扫描其实特别快。它一个回头，它就会把整个电脑键盘都被扫出来。那我们看一下它呈现的结果。Okay. 它呈现的结果相对于纹理扫描来讲，这个就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好看，因为它本身都是这个浅蓝色的膜。但是可以看到，一样就细节来讲，它一样可以把这只喷火龙都可以扫得很好。那但是由于它是非纹理，所以在深色的部分，尤其是眼睛，它就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去扫，不然就会像这样它是空洞的。所以我们就需要有耐心的部分去扫黑色的。那我们等一下会有2支影片去讲，在黑色的部分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它扫得更清楚。那再由于就是这个桌面刚刚看到它是大理石的台面，但是由于非纹理扫描，它在扫的过程中是不会去管它的花纹的，就是管它的形状，所以这样扫出来就只是一块平面，它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这个也就是它产生 STL 之后没有那么好看的一个地方。那大家看完我们的影片之后，相信大家对于这台3D 扫描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了解。
那还是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当初会买这种彩色3D 扫描仪，主要是原本想搭配去买一台彩色的3D 列印机，就是现在市面上有一些 UV， 对，然后层堆叠的彩色3D， 对，它可以印出来的成品其实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的。但是因为价格的问题没有搞定，所以对我们有一些小缺点，就是钱不够。对，那我们就先慢慢来啊，因为我们也可以扫的时候请有3D 有彩色的设备的帮我们列印，所以其实我们就决定先买扫描仪，对，4个水温。OK。那知道我们影片介绍完之后呢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分享给家里有家用3D 扫描仪的人，让他们来比较一下之间有什么差别。也欢迎你们把你们扫描出来的结果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。OK。哦，最后就是我们并没有要推荐大家买这一台的原因，是因为它本身并不是家用的设备，所以它相对来讲贵蛮多的。所以如果你们看了之后心动，只是跟大家分享 Whole Comfort 一台，我们也没有卖，所以找我们也没有用。好，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边，好，拜拜。 OK。